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梨窝小姐。今天呢，要介绍这款我从北海道秀月庄特地带回来的 Opino 的12号经典折叠刀。那我们先把它打开来看看。这把刀可说是法国的国民刀哦，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而且号称是法国人的第11根手指呢。在握柄的部分呢，它是采用榉木做的，那上面呢就印着黑色的 Opino 的 logo， 那看起来非常的典雅。在握柄圆弧的设计呢，很符合人体工学，所以呢握起来也特别的合手。这款刀的尺寸一共有1到12号，不过呢，目前1号和11号已经停产了。那我买的这把正好是最大尺寸的12号刀。这把折叠刀之所以经典，就在于这个独特的环形锁设计哦。这个锁型是在1955年发明的，看起来一个很简单的缺口设计，却让整支折刀可以更安全的使用。在当时呢，可说是非常了不起的设计。我们呢，在使用这把刀之前，一定要先将环形锁向右转开，转到中间的位置之后呢，再把刀子拉出来，然后一定要记住哦，要再把这个环形锁锁回去。那因为有了这个环形锁的设计，折刀的使用上就会更安全。这把刀呢，我在露营的时候已经使用过了几次。其实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会觉得环形锁很紧哦，刀片比较难拉得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刀子上一些保养油，那之后在使用上就会比较顺。这款刀有2种材质，一种是高碳钢，那另外一种就是不锈钢。那材质的种类它会刻在刀片上，我们有看到哈。那我买的这一把就属于高碳钢的材质。那其实呢，我平常对刀的材质并没有研究。最初呢，在使用的时候，因为不了解这把刀的特性啊，就把它当成一般的刀子在使用。那第一次我切完洋葱之后，并没有马上冲洗擦干了，放了一会之后，没想到刀子已经氧化，然后马上也长出锈斑出来。那之后呢，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才知道高碳钢的材质虽然坚韧耐用，但也比较容易生锈。所以在使用高碳钢的刀子之后，一定要记得马上洗干净或擦干。如果呢会长时间不使用，那就比较建议采用保养油或是凡士林抹在刀片上来做保养，这样一来刀子也就不会因为太久没使用就会氧化。如果你是喜欢刀子看起来比较光亮，或者是不懂保养刀子的人，那我会建议你避免切酸性食物，或者是干脆买不锈钢的材质就好了。其实呢，有些欧洲人他反而比较喜欢高碳钢所产生出来的纹路，这些使用过的痕迹呢，就像刀子身经百战一样，那特别的有味道，也特别的独特。在了解这把刀的特性，然后我使用几次之后呢，真的觉得这一把刀好用又很便利。尤其是在露营的时候呢，我就不用再小心翼翼的把刀子包好或是收好。那这款折刀的设计呢，我可以随意的就把它放在 RV 桶里，也不用担心小孩自己乱拿出来割伤自己哦。那我当妈妈的呢，也就放心不少了哦。那 Opino 这把刀在台湾的网络上也买得到，那价格也就几百块而已哦。所以呢，非常推荐有在露营的各位哦，使用这把折刀真的还蛮方便的，携带也很方便，推荐给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分享。想入玩家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